大家好，我是主播阿新。在乌克兰全面战争的第1037天，俄罗斯损失了1475名军事人员、20辆坦克、35辆装甲战车、95套火炮系统、3套多管火箭系统等。此外，乌方成功击落了5架沙赫的无人机中的4架。巴赫穆特仍然是俄罗斯军队的关键目标，但乌克兰的国防军通过顽强的防守，成功减缓了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推进。根据英国国防情报局12月3日的更新，俄罗斯可能已经占领了巴赫穆特以东的城市，但乌克兰军队在该区域的反攻仍在进行。根据观察，乌克兰防线依旧稳固，尽管俄罗斯在该战线的攻势仍未停止。在哈尔科夫州东部俄罗斯军队正试图向奥斯基尔河进攻，俄军已经占领了距离河流约3公里的前哨阵地。但乌克兰军队的反击使得俄军无法进一步的推进。乌克兰空降部队表示，他们已在库尔斯克地区再次突破了俄罗斯防线，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的第3次成功突破。无人机拍摄的画面显示，乌克兰军队通过清除雷区和障碍物，成功推进至俄罗斯境内。战斗工程师利用排雷车清理道路，为突击部队提供了支持。乌克兰第95独立突击旅继续进行突破行动，并计划进一步推进。截至12月4日，俄罗斯军队在波罗申卡、维任卡、赫罗迪夫卡等多个关键区域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尽管俄军的进攻频繁且具威胁，但乌克兰军队依旧顽强的反击，确保了俄罗斯的攻势无法取得明显的突破。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部的信息，俄罗斯在这些地区的所有攻击都被成功的击退了。乌克兰军队的防御策略和灵活机动性，使得俄罗斯的长期战略攻势受到了有效遏制。首先，乌克兰军队在防御工事的建设上表现出色，特别是在巴穆特等重要的城市，乌军通过事先部署的地下隧道和战壕、装甲战车和重型火炮的配合有效削弱了俄罗斯军队的优势。俄罗斯的持续攻击未能有效突破乌克兰的防线这一点反映了乌克兰军队在防御方面的高效性。其次乌克兰军队在获取外国军事援助方面也表现得非常的机智从美国、英国等国获得的武器，包括反坦克导弹、高精度火炮和防空系统极大地提升了乌军的战斗力，尤其是高精度的打击能力和防空网几乎可以拦截俄罗斯的大部分空中打击。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取得了相对的优势。然而，与乌克兰军队的坚强抵抗相对的是，俄罗斯军队在多个战线上遭遇了严重的困境。首先，俄罗斯的补给线被有效的切断，尤其是在东部战线和南部战线，俄罗斯军队的粮草和弹药供应变得紧张，严重影响了作战的持续性。俄罗斯的军队并未能够全面的突破乌克兰的防线，反而在某些地区陷入了消耗战的泥潭。在巴赫穆特地区，俄罗斯军队虽然占领了该城市的一部分但始终未能全面的控制。乌克兰军队通过灵活机动和深度防御战术，不断拖延俄罗斯的推进速度。巴穆特周边的战斗消耗了大量的俄罗斯的兵力和资源，但并未为俄罗斯带来决定性的战略成果。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指挥系统和战术执行也频频的出现问题。虽然俄罗斯军队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但其战术灵活性和战术配合不如乌克兰军队，导致了多次攻势失败。俄罗斯在某些地区的进展不仅慢，而且逐步暴露出指挥系统的漏洞例如，俄罗斯在库尔斯克地区的推进至今没有完全的突破，尽管俄罗斯进行了多次进攻。随着战斗的不断升级，空中作战的比重也变得愈加的重要。尽管俄罗斯空军拥有相对较强的火力和数量但乌克兰的防空能力表现得相当强劲。乌克兰空军依托西方的防空系统，
成功拦截了多次俄罗斯的空中打击，尤其是无人机和精确制导导弹的拦截，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近期，美国和欧洲为乌克兰提供的防空系统，如爱国者导弹系统、NSAMS 以及铁熊防空系统，进一步的加强了乌克兰在空中防御上的优势。俄罗斯的精确制导导弹和无人机虽然仍具有一定的威胁，但在乌克兰的防空网下遭遇了严重的拦截。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导弹发射系统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据最新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萨尔马特洲际导弹的测试失败了，发射平台遭受了重创。俄罗斯的这些战略导弹尽管宣称是有全球最强的打击能力，但其成功率和可靠性受到质疑。特别是在长时间的战争消耗后，俄罗斯的导弹系统能否继续高效运作，依然是一个未知数。随着乌克兰的反攻持续，俄罗斯也不得不通过扩军来应对局势的变化。普京签署的扩军命令将使俄罗斯军队的总人数达到了238万，超越印度和美国，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2大军队。然而，扩军的背后却是俄罗斯目前在战争中面临的巨大压力。随着战线的拉长，俄罗斯军队的战斗力逐渐疲软，尤其是在西部和北部边境，俄罗斯不得不集结更多的兵力，以应对来自北约的军事威胁。但即使俄罗斯扩军，乌克兰在战场上的优势仍然不可忽视。首先，乌克兰的军队获得了西方国家的大量支持，特别是在武器、训练和后勤保障方面。乌克兰得到了美国、英国、波兰等国的持续援助。西方国家不仅提供了先进的武器装备，还在军事训练和情报共享方面给予了乌克兰巨大的帮助，使得乌克兰军队在技术和战术上逐渐迎头赶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俄罗斯的军队。其次，乌克兰军队的士气和战斗意志远胜于俄罗斯。自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民众和军队始终保持着坚定的抗争决心。在多个战线上的防守和反攻行动中乌克兰展示了令人惊叹的韧性和毅力。这种民族凝聚力和战斗精神是俄罗斯难以比拟的。尽管俄罗斯军队在兵力上拥有优势，但其指挥失误和士气低落，使得俄罗斯难以充分发挥其兵力优势。结合当前的局势分析尽管俄罗斯在兵力和火力上有一定的优势，但乌克兰在多方面具备明显的战略优势。首先，乌克兰军队在防御和反攻战术上的成功，使得俄罗斯无法突破关键防线，尤其是在巴赫穆特和赫尔松等地区。乌克兰军队的顽强抵抗大大拖延了俄罗斯的进攻进程。其次，西方的军事援助为乌克兰军队提供了持续的支持，包括高效的防空系统和精准的打击武器，这使得俄罗斯的进攻越来越受到制约。更为重要的是乌克兰的士气和民族团结让其在这场战斗中占据了心理上的优势。战争不仅仅是武力的较量，更是意志和战略的较量在这一点上，乌克兰无疑占据上风。虽然俄罗斯的扩军计划和增加的兵力将进一步的加剧战局的复杂性，但我认为随着西方国家的支持持续增加，乌克兰将能够继续维持甚至扩大其在战场上的优势。未来几个月，战局可能会发生新的变化。